第320章炸炉。随着萧炎的轻声呢喃，手指上的漆黑戒指安静了半晌。片刻后，黑色戒指忽然轻轻地颤抖了起来，淡淡的冰冷感觉开始缭绕在萧炎指尖处，让的指节骨处略微有些发白。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药鼎之中的紫色火焰竟然有些不安地跳动了起来。不过好在有着萧炎灵魂力量的绝对压制，因此他们的不安跳动倒还并未造成什么事故。广场之上，当严厉的狂笑声逐渐落下之时，那些投注在紫星破障丹之上的视线又是再度回射到了萧炎所在的方向。现在整个台上也就只有他还在炼制着，其他的炼药师都是选择了认输或者早已退场。毕竟在严厉所炼制出来的这枚4品巅峰丹药面前，他们还并没有那种逆天实力，取得令所有人震惊的翻盘成绩。停止了掌心那枚紫星破障丹的抛动，严厉双臂抱在胸前，冷笑着望着不远处萧炎的垂死挣扎。高台之上，原本脸色略微有些灰暗的砝码眉头忽然一皱，抬起头来望向萧炎所在的方向。作为广场中等级最高的炼药师，他自然是能够极为快速地察觉到萧炎那片区域中火焰的变化。发生什么事了？怎么炉中的火焰开始躁动不安了？茫然地喃喃了一声。在某一刻，砝码脸色猛然大变，紧盯着萧炎面前药鼎的眼瞳骤然紧缩。在那里，他似乎模糊地看见了许些白色的东西，而且一股寒气竟然从药鼎处缓缓渗透了出来。寒气！察觉到那忽然温度变低的广场，砝码脸色再度变化。现在的他也是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搞得有些一头雾水了。这里温度变低了，好浓郁的寒气，竟然能够影响这么宽敞的范围，难道是冰老头搞的？家老不知何时也是来到了砝码身旁，怪异地看了一眼一边的海波东，说道：我若是能够在你们都不能察觉的情况下将寒气扩散到整个广场，那恐怕早就成为斗宗强者了。海波东翻了翻白眼，他心中自然是知道，这股寒气应该便是萧炎在启动那种森白色的异火了。当初他与这种火焰交过手，非常清楚这东西的恐怖，极冷中含着极热，让人应付起来极为头疼。不是，那寒气似乎是从萧炎药鼎中传出来的。砝码摇了摇头，沉声道：他在搞什么？炼丹的时候制造寒气，他不怕把炉火给搞熄灭了？难道是打算破罐子破摔了？家老皱眉道：不会，以他的心性不可能会做这种无聊的事情，想必他是有着自己的打算吧。砝码摇了摇头，以他对萧炎的认识，不可能认为他是在自暴自弃。小家伙，你究竟是想干什么呢？轻叹了一口气，砝码盯着场中央的青年低声道。漆黑戒指的颤抖越来越剧烈，而随着戒指的颤抖加剧，萧炎的灵魂力量也是再度倾巢而出，随时准备控制着紫火从药鼎中撤退。当然，由于两种火焰都并非是真正的属于着自己，所以这一次的转换难度将会比先前更高。不过有了上一次的成功经验，以及现在那好的无以复加的齐家状态，萧炎对自己还是有着不少的信心。老师，替我祈祷吧。缓缓地吐了一口气，萧炎那微曲在通火口处，手指猛然伸直，漆黑戒指再度一颤，森白色的火焰猛然间暴涌而出。这一霎，萧炎周围的温度再度骤降。撤！心中一声低喝，在森白火焰涌进药鼎之中时，紫色火焰迅速被引导着，有条不紊地从另外一边的火口喷射而出，然后缓缓消散。升温，灵魂力量闪电般包裹着涌进药鼎的森白火焰。萧炎双脚猛地狠狠一跺地，几道裂缝从脚掌处蔓延而出，额头之上冷汗几乎是如同下雨一般不断地淌落而下，身体之上的炼药师长袍转瞬间便是被打湿了去。不过好在这袍服做工极为完美，内置的吸汗功能将衣服以及皮肤表面的汗水完全吸收，这才使得萧炎没有显得太过狼狈。在倾巢而出的灵魂力量疯狂操控之下，森白火焰的温度开始了迅速提升。某一刻，终于是在萧炎如卸重担的眼神中，将那枚青色丹药包裹了进去。
然而，虽然萧炎努力地提升了那包裹着丹药那一团古灵冷火的温度，可另外一些未曾压制的火焰依然是在不断地散发着冰冷的寒气。不过好在萧炎早就使用升温的火焰将丹药包裹了进去，因此翻腾的冷火并非给萧炎带来多大的麻烦。不过这似乎也仅仅是暂时的。随着古灵冷火在药鼎中翻腾着，一丝丝白色的寒气逐渐从药鼎之内渗透而出，最后将药鼎笼罩的略微有些模糊了起来。他这是在干什么？望着那扩散的寒气，小公主与柳玲等人面面相觑，皆是满脸茫然。由于萧炎在使用古灵冷火时是将手指伸进了火口内，再加上后来寒气的涌出，所以即使小公主等人与萧炎距离不远，可却依然并不知道在那普通的暗红鼎炉中已经开始在转换第三种火焰了。好古怪的寒气，明明是冰冷的，可为什么灵魂感知的探测却是犹如火焰般的炽热？握着紫星破障丹，严厉望着那些寒气，皱眉低声道：不知为何，他的心中此刻略微有些不安了起来。不用担心，我就不信那个家伙能在最后这不到半个小时中搞出什么来。严厉轻抚着掌心中的紫色丹药，现在也只有这个小东西方才能给他一些踏实的感觉。嗡！萧炎目光紧紧地锁定在药鼎之内那团森白火焰中的浑元丹药，一阵奇异的声响却是让得他略微愣了愣，视线在石台之上扫了扫，最后停留在了暗红的药鼎之上。那嗡嗡的声音原来是从顶上传出。微微皱了皱眉，就在萧炎有些茫然之时，一道咔嚓的细微声响让得他脸色猛然沉了下来，扭动着脖子。萧炎的目光停留在了暗红的鼎身之上，眼瞳骤然缩成了针尖大小。只见在那光滑的鼎身处，一道细小的裂缝竟然悄悄地蔓延了出来。要炸炉了！望着那道小小的裂缝，萧炎喉咙滚动了一下，嘴巴忽然有些感到干涩。经过三种火焰的转换，这鼎炉终于是达到了承受的极限，即将爆裂。而一种很无事寻找好鼎炉的萧炎，也终于是第一次察觉到，一个好的药鼎对于炼药师来说，也并非是他想象中的那般外物不可取。麻烦了！脸庞之上，冷汗再度缓缓滑下。萧炎没想到，在这最后的关头，竟然会出现这种戏剧性的一幕。当第一道咔嚓声响之后不久，第二道也紧跟而来，然后第三道、第四道，仅仅是片刻时间，原本好好的药鼎竟然便是布满了细微的裂缝。透过裂缝，萧炎还能看见其中跳跃的森白火焰。天哪！犹如与萧炎距离并不远，所以当那刺耳的咔嚓声响起之后不久，小公主等人便是有所察觉。望着萧炎那冷汗密布的脸庞，所有人都是惊呼了起来。谁能想到这家伙竟然会将药鼎搞到炸炉？高台上，砝码也是嘴角一阵抽搐。他想象过很多萧炎落败的方式，可却是从未想到过他会因为炸炉这种让人无语的方式而失败。半晌后，砝码方才苦涩地摇了摇头，低沉地道：哎，结束了。这小家伙最后这段时间究竟是在干什么呀？先前药鼎承受了那般高温，现在忽然再来如此多的寒气，加上药鼎品质又是极差，这若是不炸炉，那才怪了。海波东眉头也是微微皱了皱，他倒是比砝码清楚一些事情始末，想必萧炎是想使用那森白火焰来将青灵丹炼制成三文品阶吧，可却是不小心忽略了这一个小问题。然而就是这个小问题，却是会在这种时间决定大会的冠军所属。哈哈，药鼎都要炸了，我看你还练什么？错愕地望着布满裂缝的药鼎，严厉在愣了一会之后，忍不住拍着石台失声狂笑道：看他这失态模样，明显是先前因为萧炎古怪的举动而被吓得不轻。没有闲情理会外界的声音以及目光，萧炎满头大汗的努力想要维持着药鼎的破裂，可惜他是炼药师，并不是铸造师，所以在费尽功夫后，依然只能无奈地看着那裂缝越加扩大的药鼎。当药鼎的裂缝扩大的一个极限时，扩张的速度逐渐停止，沉寂了瞬间之后，汹涌的白色寒气猛然间自药鼎裂缝中暴涌而出，将整个石台都是完全的包裹了进去。在寒气出现之后的瞬间，药鼎开始了膨胀。萧炎目光死死地盯着越来越庞大的药鼎，在它即将爆炸的前一刹，
忽然眼睛赤红的狠狠一巴掌趴在的药鼎底部处的位置。砰！本来便是已经达到极限的药鼎，在萧炎这一拍之下，终于是轰然一声爆炸开来。剧烈的爆炸声在广场之中回荡着，无数药鼎碎片四下飞射，将周围的炼药师吓得急忙后退。哈哈，我说了，冠军是我的！望着那被白色寒气包裹的石台，严厉终于是完全的放松了下来，狂笑道。整片广场在此刻只有着那爆炸声的余音以及严厉的狂笑声，其他所有人都是沉默了下来。现在失败已成定局。